国30个省经济半年报刚刚出炉，很多人被增速榜刷屏了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，GDP 冲上去了，你的钱包也不一定鼓起来。今天呢，我要用这张省份象限图帮你看穿增速的表象，看清真正的经济数据的含金量。很多人看数据只盯 GDP 的增速，那就很容易被漂亮的数字所迷惑。而我的分析框架呢，横轴是制造业投资增速。这条横轴呢，表示的是一个省有没有往制造业里面投钱，敢不敢压住未来。但我们还得看清楚它投的是什么制造业。一个省呢，是买了更多的老旧机器、传统工厂，还是投钱做机器人、芯片自动化？如果只是传统制造业投资，那它拼的还是人工、地产，回报慢、抗风险弱。如果他们投的是高新技术制造，那就是在投未来的印钞机。所以呢，我这条横轴上啊，不只是看这些省投了多少钱，还是拆开来看的，他们投的是旧厂房还是新动能。越往右侧呢，表示制造业投资增速越高。这条纵轴呢，代表的是财政自给率。财政自给率的定义啊，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以支出，这个数值越低，就代表这个省份的财政抗风险能力越差，也就意味着它依赖转移支付越高。说白了，财政自给率就是一个省靠自己挣的钱能不能撑起自己的日常花销。简单打个比喻啊，就好像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他是不是能靠自己挣钱租房子、买菜吃饭，还是每个月还得向爸妈要生活费？如果财政自给率太低了，那就等于他还得靠父母，一旦爸妈不给钱，那这个孩子就得过苦日子了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一个省份如果它主要得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发工资搞建设，那它自己很难抗风险，也很难独立投资。所以这个财政自给率等于地方靠自己挣钱的能力，越靠自己，它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，越靠爹妈，它越难有自己的自由。所以呢，我这张象限图啊，处于右上角象限的，就说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是双优，是真正的好学生。左上角象限里呢，说明这些省份财力强，但是投资慢。右下角呢，说明他们投资快，但是自己的财力弱。下角呢，就说明这些省份啊是双承压啊，制造业投资增速和财政自给率都比较低，属于转型阵痛期。首先，咱们就看看这个双承压的转型阵痛期的区域。上半年这份各省的经济成绩单呀，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湖北和河南中部省份差距的变化。2025年上半年，河南 GDP 3.1万亿，湖北呢大概是2.9万亿，这俩省的差距大概是2000亿，比2024年同期的4000亿缩小了近一半啊。GDP 的增速表面上呢只差了2个百分点左右，但是实际差距缩小了近一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湖北正在追赶，而且追得很快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投资数据，它的制造业投资增速12.5%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6.5%，外贸出口增速28.4%。这组组合拳打出来的是什么呀？是说明湖北的产业在发力，研发在加码，出口在带动。湖北现在走的是新工厂加新外贸的发展路子，像武汉光谷的光纤、芯片、新能源汽车，不是提概念了，而是真的有订单有扩产。如果你去湖北那边的工厂走访，你就会发现呀，机器人已经特别多了，技术堆效率的时代已经开始了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河南，它 GDP 呢依旧很大，地级市多，消费能力强，但是压力也不小。河南的手机出口啊，从将近1700万台降到了664万台，跌了60%。青壮年外流直接影响了本地服务业和产业链的稳定。当然了，河南也是有发展亮点的，比如说比亚迪在郑州、洛阳的新材料集群，但是它整体转型速度还是慢，跟湖北相比显得慢了半拍。所以这场中部第一省之争看上去是 GDP 在比大小，实际上比的是谁能真正转型的更快、更稳、更有含金量。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广东吧，广东 GDP 的体量呢，依旧是全国第一，稳坐粤老大的宝座。但是我们看看它的增长结构，就会发现呀，广东房地产开发投资呢下滑了16.3%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额跌超10%。你可能会说了，房地产下滑不是全国的现象吗？是的，但是广东受的冲击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制造业结构啊，
有一半以上都是围绕着房地产在转的，像什么家居啊、陶瓷啊、涂料啊、水泥啊，这些产业链呢，原来都得靠房地产来带动。现在这棵树倒了，那挂在这个树上的猴子们自然也得下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广东呢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等风来，但是风现在还没起来。不过呢，广东发展也不是没有亮点啊，关键是看咱们怎么拆解。像它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6%，工业机器人产量增加34%，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增加18%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吧，广东的问题是老的在退，新的在涨，而且涨得不慢，只不过呢没法一时顶替传统的那么一大块。我们再来看看江苏和浙江啊，走的就是另外一种打法了。江苏它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呢占比超50%，科研氛围强，投入足。浙江呢就是民营制造韧性强，不光活下去，人家还活得漂亮，数字经济也成了浙江的招牌。咱们会发现呀，江浙不靠房地产带产业链，他们靠什么？靠的是创新，靠的是企业家精神，靠的是自己滚雪球。所以刚才提到的广东、江苏、浙江这南方三强，他们的竞争核心呢，不是比谁房子盖得多、地卖得快，而是谁用新技术撑起了新产业的天花板。我们接着来看象限右下角这两匹黑马，西藏和甘肃。乍一看呀，它俩的表现非常惊艳。西藏 GDP 增速7.2%，固定资产投资24.8%。甘肃也有类似的表现呀，光伏、风电等新基建投资如火如荼。但请注意，他们这种快呢，背后是什么？西藏这一轮的飙升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超大那个基建项目，咱们之前也提过的雅江水电工程，一个工程的总投资相当于西藏4年的 GDP 总量。这就好比啊，你们家突然收到了一大笔装修款，那当然能带动一轮短期繁荣。甘肃的逻辑也类似，它靠的是新能源，像光伏啊、风电呀、有色金属冶炼呀，这些呢属于一次性大项目，它们来得快，拉得猛。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，财政上呢，西藏的财政自给率呀，长期是低于30%的，甘肃也常年是倒数，2024年的时候呢，还不到28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。那这类省份的特点就是表面上数据很漂亮，但是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弱。如果中央资金一收紧，马上就会断粮。所以这类的快呢，不能代表稳。他们的故事啊是火箭式的起飞，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后劲儿不足。所以咱们总体来看这张省份象限图呢，右上角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这些是质素双优的这些省份呢，它的制造业投资非常的积极，同时呢，财政自给能力也非常强。那这些地方呢，不仅敢投资未来，而且呢，能靠自己的财政撑得住，不容易被突然的债务或者是收缩打乱了节奏。右下角的这个象限里面啊，代表的是西藏、甘肃。那这些省份呢，他们的投资冲得很猛 ，GDP 增速也很快。比如说西藏、甘肃靠重大工程的拉动，表面上像是经济黑马，但他们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，自给率很低，一旦政策收紧，就可能会难以持续了。左下咱们分析过了，双承压，这些省份目前面临的压力比较大。你像河南、广东啊，在这些地方啊，一方面它的制造业投资不够活跃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现在财政收支也出现了紧张的现象。如果产业升级慢，传统产业又承压，就容易陷入存量博弈，难以突围。最后说说左上象限啊，北京、上海他们的财政自给率极强。高新技术投资亮眼，因为他们的增长模式不靠传统制造业投资，而是以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为主。比如说北京，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达到了72.9%，上海的集成电路占全国的1/4。这张象限图不仅看谁跑得快，更重要，咱们看谁跑得稳，能持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从这4类象限当中啊，找出普通人可以行动的方向。首先，如果你要面临就业或者搞副业，方向从哪儿找呢？那优先就选择右上象限这些省份，人口流入、产业升级的这些省份和城市，比如说新质生产力的岗位啊，像工业软件呀、机器人集成啊、设备运维等。如果你要置业，那选一个城市
怎么参考？也是右上象限，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明确，财政稳定，有较好的长期投资价值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左下象限这些省份的城市呢，就需要谨慎布局了。那对于我们的资产配置，这张图有什么建议啊？比如我们的底仓可以配置宽基、指数基金加债券，小比例的进攻制造业升级啊、工业设备、机器人的 ETF。关联的逻辑呢，我们还可以关注右上象限这些省份业绩稳定、盈利预期明确、适合布局的主题 ETF。最后呢，我重申一下我的研究方法论啊，不要只盯着 GDP 的增速，而是要看投资和财力的平衡，这是普通人判断机会的真正路径。那你的省份是在哪个象限呢？欢迎告诉我，我会挑几个省份做深度的分析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